童话故事里灰姑娘嫁给王子的故事让人们无比羡慕，但在现实中，这样的事情真的太难了。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毕竟中国没有王子，王子大多都在欧洲。但事实上，就有一位中国女孩嫁给了王子，成为了第一个嫁给王室的中国姑娘，她就是如今的比利时王妃李然。大家好，我是南风，今天一起看看李然从灰姑娘变成王妃的传奇经历。1984年3月28日，李然出生于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曾在惠阳上初中，2002年毕业于惠州一中。2002年，李然考入北京语言大学，就读于经济学和金融学专业。4年后，李然成功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天资聪颖的他，在毕业之后选择前往巴黎深造。仅仅2年的留学生活，他便已经熟练掌握了英语和法语。他先是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法国语言与文明课程，随后又入读了巴黎高等管理学院。毕业后，他就顺利取得了奢侈品营销和管理专业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过人的语言天赋简直成了李然打开社交圈的一把金钥匙。从巴黎高等管理学院毕业后，李然先在纪梵希门店做过1年实习生，之后他又在巴黎世家和芬迪2家顶尖奢侈品牌门店担任销售。身处浪漫之都，不邂逅一段爱情，那怎么行呢？2009年5月，李然正在芬迪担任销售，而那时的比利时利涅家族成员查尔斯王子是巴黎的一名设计师。利涅家族是比利时最古老也最有名望的贵族之一。现在的比利时王室历史只有近200年，但利涅家族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11世纪。历经了多次历史变迁，如今的利涅家族虽不再享有王权，但依然保留着王子的头衔。有一天，风度翩翩的查尔斯王子推开了店门，就在青春靓丽的李然走上前去迎接他的那一刻，查尔斯王子的眼睛一下就亮了。查尔斯一直热爱着中国文化，对华裔出身的李然有着天然好感。李然也十分专业，他用着一口流利的法语为查尔斯王子讲解着一件件产品。令查尔斯惊喜的是，眼前美丽的亚裔女子李然对设计也颇为精通。于是查尔斯王子绅士地提出邀约，李然也被王子的才学打动，愉快地赴约了。在相处中，王子被李然的美丽与才情深深吸引，两人很快就坠入爱河。当王室知道这个消息并看到他的照片时，全家人都是蒙圈的。一向传统的王室怎么能接受外族女子？然而，经过几次见面之后，李然优秀的谈吐和学识立即给所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未来的公公婆婆对他们的恋情最终也表示默许。相恋1年半之后，他们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结婚当天，李然穿着一身婚纱，身边有几位相熟的宾客吃了个饭，这个婚礼就算是完成了。虽然简陋，但他牵着王子的手望向镜头时却是那么幸福。婚礼上，利涅亲王米切尔也为儿子娶了这么个好媳妇儿感到高兴和骄傲。他在巴黎读书，拿到了奢侈品营销硕士。从奢侈品店的打工女孩到比利时首位亚裔王妃，这位中国女孩当时引起了国内民众的广泛关注，众多媒体竞相报道他们的故事。而在镜头面前，李然总是表现得落落大方，得体从容，从未展露过任何负面情绪。而且这桩婚事赢得了全比利时人民的衷心祝福。尽管在他们眼中，李然是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异族人，但他们却被他亲和的性格与睿智的头脑深深打动。李然已然成为比利时最受人民爱戴的王妃之一。虽然查尔斯王子有名无实，但人家可是一位妥妥的高富帅。他和哥哥爱德华合伙开公司，专做高速高架铁路的建设和城市发展项目，在美国投资地皮，经营地产生意，资产起码上亿了。婚后，李然并没有坐享其成，靠着夫家的名号、财产奢华度日，而是选择回到中国，在上海定居，就职于一家欧洲奢侈品牌做主管。而她的老公查尔斯王子也一同随李然来到了中国定居，这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定居的欧洲王室成员。2012年6月12日，两人生了一个混血小王子阿马德奥，掐指一算，今年应该有14岁了。但这10多年间，夫妻俩将自己的孩子保护得很好，没有一张照片流出。2013年12月15日，李然出现在了上海国际马文化节。一般这种场合都是以名媛贵妇的身份被邀请的，你们懂的。
这张合照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中间那位曾赢得香港亚洲小姐冠军的女星杨恭如。2014年8月，夫妻俩一行12人考察上海市新沪商民企合作促进中心成员单位上海鹤翔果蔬专业合作社。接待方在其官网上发布的稿件强调，李然王妃是第一位欧洲王室成员中真正的中国王妃。虽然李然逆袭成为王妃，人们在羡慕她的同时，还有很多人嫉妒她，开始用键盘喷她，说她长得丑，不配做一名王妃。但无论说她长得丑也好，嫌人家家世不够高也罢，她所得到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而得来的。而在我看来，她与王子的传奇不过是两个才华横溢的人坠入爱河后顺理成章的结婚生子，也只有如此独立的女性才配得起如此高贵的爱情。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去看看比利时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比利时是欧洲大陆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欧盟的核心6国之一，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2023年，比利时的 GDP 高达6448亿美元，位列全球第25位，人均 GDP 高达5.47万美元，超越日本，接近德国水平。比利时堪称欧洲高福利国家的典范，在全球社会福利支出的排行榜上，比利时高居第5位，其社会福利支出占到了 GDP 的29%，基尼系数仅为0.27，贫富差距明显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2024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比利时以0.942的人类发展指数值位列全球第12名，与芬兰、列支、敦士登这2个国家并列，属于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行列。比利时实行强制医保制度，全民医保覆盖率达99%，医疗费用报销比例高达70%到100%，低收入群体可享受全额报销。政府还为每个新生儿提供1200欧元的生育金，儿童每月的牛奶金随年龄递增，最高可达200欧元。失业者首年可领取原工资60%到65%的补助，最长可申领3年。低收入家庭可以申请租金补贴或者入住政府提供的廉租房，首次购房者能享受利率优惠。在教育方面，从幼儿园到高中全部免费，公立大学每年的学费大概1000欧元，大学生每个月可以申请最高800欧元的成长津贴。然而，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金支出压力增大。2024年，比利时的财政赤字率达到了4.6%。比利时的经济对外部市场高度依赖，同时它位列全球第11大进口国和出口国，其80%的原材料都依赖进口，超过50%的工业产品用于出口，贸易依存度高达172%。到了2024年，比利时特种车辆车身的出口额达到了45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50%。比利时巧克力2024年出口额约40亿欧元，位居全球第2，仅次于德国，有着巧克力王国的美誉。其巧克力产业以高端路线为主，拥有皮埃尔、马尔科利尼、哥蒂范等知名品牌，占全球高端巧克力市场的30%份额。比利时安特卫普是全球钻石加工与贸易的核心枢纽。根据202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84%的钻石原石以及大约一半的抛光成品钻石都要经过安特卫普流转，每年的交易量高达1亿3000万克拉，交易金额更是突破了500亿美元大关。安特卫普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毛坯钻石专营交易所、3个成品钻石交易所，以及汇聚了超过1800家钻石企业的钻石广场。它的钻石出口额占了比利时全国出口总额的5%，因此被尊称为世界钻石之都。荷兰与比利时联合化工集群是欧洲第2大化工集群，占欧洲化学品总产能的30%到40%，年产值突破1000亿欧元。全球15家最大化工企业中有11家在比利时设厂，其中优美科掌握全球25%的电池正极材料市场，苏威则在生物基聚酰胺、锂电池隔膜涂层技术上领先。更令人瞩目的是，比利时不仅孕育了11位诺贝尔奖得主，还每年将 GDP 的2.9%投入研发。在微电子芯片、核能反应堆、生物制药等尖端领域，超过13000家外企研发中心汇聚于此，共同铸就了比利时作为科技小巨人的辉煌传奇。
足球是比利时的第一运动。自1895年成立以来，比利时国家男子足球队便以欧洲红魔的称号征战国际赛场，曾参与首届世界杯，并多次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中取得优异成绩，包括1886年世界杯殿军、2018年世界杯季军等。球队中涌现出众多世界级球星，如德布劳内、阿扎尔、卢卡库等。比利时还有着欧洲通衢之美誉。作为全球交通网络最为密集的核心枢纽，其交通脉络在全国范围内纵横交错，拥有长达1763公里的高速公路与3578公里的铁路，电气化铁路的覆盖率更是高达85%，公路运输效率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安特卫普港是比利时规模最大的海港，同时也是欧洲第2大港口，年货物吞吐量高达2亿8700万吨，占据了比利时全国海运总量的90%，其外贸额占到了全比利时的1/3，其集装箱转运量占全球贸易的5%。中国与欧洲往来的货物中，每10个标准箱就有个经此中转。布鲁塞尔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3240万人次，海航、吉祥航空等中比直飞航线如血脉般贯通亚欧大陆，将“一带一路”的纽带延伸至大西洋畔。比利时王国简称比利时，位于西欧，它北边和荷兰紧紧相连，东边紧挨着德国，东南方向则与卢森堡接壤，南边和西南边都跟法国交界，西北方向隔着多佛尔海峡和英国遥遥相望。它的陆地面积有30688平方千米，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加起来有3454平方千米，海岸线全长66.5千米。时间来到2024年1月，这里的人口大约有1176.4万。比利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主要民族有弗拉芒族、瓦隆族，还有少量的德意志族和意大利族等。比利时是一个实行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家，全国分为3个高度自治的大区，分别为北部的弗拉芒大区、南部的瓦隆大区以及中部的布鲁塞尔首都大区。比利时有3种官方语言：荷兰语、法语和德语。弗拉芒语区主要使用荷兰语，瓦隆语区主要使用法语，布鲁塞尔首都大区则是双语区，同时使用荷兰语和法语。比利时居民主要信奉天主教，但也有一部分人信奉伊斯兰教、新教等。首都布鲁塞尔作为比利时的首都和最大城市，是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汇聚了欧盟委员会、北约总部等200多个国际机构。每日有超过10万国际人士在此穿梭，有欧洲首都的美誉。它位于比利时的中部，地处英法德这欧洲3大国的交界处，因此也被称为欧洲的十字路口。截至2024年1月，布鲁塞尔大区人口达125万，37.2%的居民为外籍人士，是一个人口密集且多元文化的城市。布鲁塞尔还是一个充满文化氛围的城市，拥有众多的博物馆、画廊、剧院和音乐厅等文化设施。其中，比利时皇家美术博物馆是比利时最重要的美术类博物馆之一，收藏有众多名家的油画和雕塑作品。此外，布鲁塞尔还拥有许多著名的旅游景点，比如布鲁塞尔大广场和布鲁塞尔市政厅、圣米俄尔圣古都勒主教座堂、小鱼莲尿铜雕像、原子球塔等。安特卫普是比利时第2大城市，世界最大的钻石加工和贸易中心，被誉为钻石之城。它是欧洲著名的文化中心，也是著名艺术大师鲁本斯和凡戴克的诞生地。面积140平方公里，人口约为50万人。安特卫普拥有许多值得一去的旅游景点，比如安特卫普大教堂是这座城市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它宏伟的外观和深厚的历史内涵吸引了数不清的游客前来参观。另外，还有圣保罗大教堂、鲁本斯故居等著名景点，都展现了安特卫普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对于热衷购物的游客而言，安特卫普的时尚街区同样是不可错过的购物天堂。布鲁日是比利时西弗兰德省的一座城市，以其保存完好的中世纪风貌和运河网络而闻名于世，被誉为北方的威尼斯。位于比利时西北部，靠近北海。布鲁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中世纪时期它曾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商业中心。
城市里完好保存着大量中世纪建筑和文化遗产，市场广场是这座城市的中心地带，四周环绕着精美的中世纪建筑，是游客们必访的打卡胜地。此外，布鲁日的运河网络非常发达，游客可以乘坐小船游览城市，欣赏两岸如画的风景，感受这座水城的独特韵味。根特是比利时东弗兰德省的一座古老城市，拥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现代化的都市活力。12至15世纪，根特是欧洲最繁荣的城市之一，曾仅次于巴黎，成为欧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根特拥有众多文化瑰宝，如羊凡艾克和其兄弟创作的《神秘的羔羊》。这幅15世纪的祭坛画被誉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巅峰之作。此外，格拉文斯廷城堡、根特钟楼等也是不可错过的历史遗迹。比利时美食以其独特的融合风味著称，融合了法国、荷兰与德国的烹饪传统。其中，比利时炖牛肉以慢火细炖的方式精心烹制，肉质炖得酥烂入味，啤酒的加入为其增添了独特而香醇的风味。比利时清口贝搭配着金黄薯条，鲜美与香脆的口感完美并存，这可是一道经典的海鲜小吃。而说到比利时薯条，则以其粗大酥脆的独特口感广受欢迎。在甜点方面，华夫饼与比利时巧克力堪称绝配，都是不可错过的美味。比利时啤酒文化堪称全球酿造艺术的巅峰，其独特工艺与历史传承使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据一席之地。比利时啤酒的起源可追溯至中世纪修道院。11世纪，修道士为度过斋戒期，开始酿造高浓度啤酒，并发展出以特拉普修道院啤酒为代表的独特流派。到2025年，全球仅存的12家特拉普认证酒厂中，比利时就占了6家，其中西佛12被誉为世界最佳啤酒，其焦糖与干果香气源自80摄氏度高温糖化工艺，年产量仅限5000桶。比利时地形以平原和丘陵为主，约占国土面积的3/4。全境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可以明显划分为以下3个地理区域：北海沿岸和北部低地、中部平原与丘陵区、东南部高原。这一区域地势低平，靠近北海，是比利时重要的农业区。莱茵河、马斯河等河流在这里蛇形流过，最终注入北海，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和肥沃的土壤。与北部低地相比，中部地区的地势略有起伏，散布着低山和小丘，为当地的农业和自然景观带来了独特的风貌。阿登高地是比利时地形最为崎岖的区域，丘陵与谷地交错，构成了比利时的山区景观，是户外活动和探险爱好者的天堂。在气候方面，比利时属于海洋性温带阔叶林气候，四季分明且温和多雨，年降水量约为750至1000毫米，适宜牧草生长和发展农业。比利时矿产资源相对贫乏，煤炭蕴藏量虽曾达到约37亿吨，但经过长期开采，有开采价值的煤炭已大为减少。瓦隆地区的煤层已开采殆尽，比利时还有少量铁、锌、铅、铜等矿产资源，常规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等完全依赖进口。森林面积约6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约为21.6%。比利时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多元的国家。比利时地区早期由凯尔特族的比利奇人居住，后长期为罗马人、高卢人、日耳曼人等分割统治。9至14世纪，比利时地区被各诸侯国割据；14至15世纪建立了勃艮第王朝，随后又陆续为西班牙、奥地利、法国所统治。1815年，比利时被并入了荷兰王国。在荷兰王国的统治之下，比利时人民遭受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上的压迫，开始发起反抗和争取独立的运动。1830年，比利时独立革命成功，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比利时独立后采用了君主立宪制，并确立了由国王、议会和政府组成的政治体系。19世纪，比利时迅速推进工业化进程，接过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火炬，瓦隆地区成为大陆最早的工业中心之一，煤炭和钢铁产业蓬勃发展。此外，比利时还率先修建了密集的铁路网和运河网络，促进了内陆运输和经济的发展。
1839年，伦敦条约确认了比利时的永久中立地位。在2次世界大战中，比利时都成为了德国攻势的通道，饱受战火摧残。尽管如此，比利时人民依然顽强抵抗，为守护家园付出了巨大牺牲。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比利时成为北约成员国，1958年加入欧洲共同体，并与荷兰、卢森堡结成经济联盟。1993年，比利时完成了国家体制改革，正式确立了联邦制度。比利时这个经济发达、文化多元、交通便利、社会福利完善的西欧国家，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到安特卫普的钻石市场，从布鲁日的中世纪风情到那木尔的丁丁文化，比利时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那么，您对比利时还有哪些了解？又或者你在比利时的旅程中有哪些特别难忘的瞬间？非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南风，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